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14.45，收盘价是220.3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1.48，最低价是在214.2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8152.52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并且又上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MACD 也是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反转向上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啊，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上，上方是在222附近是遇到了压力，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高位。那收盘价是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那出现这样的价涨量增，并且收盘价又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预示着股价日后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走势。那么上方在225这个地方，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将会是一个强压力。当然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前高8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28附近。好，那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补充一个信息，在8月23日和8月22日这两根 K 线啊，又生成了一个变盘的 K 线组合，也就是母子怀抱的变盘 K 线组合。那么既然是变盘的信号呢，那也就预示着股价将会有上行或者说是下行的可能。那么这根8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25附近，最低是在210附近。那么这两个点位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也就是出现了母子变盘的 K 线组合之后啊，母线的最高和它的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标志。好，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213附近。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09附近。实际在8月23日收盘价是在220.32，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啊，也仅仅是方向相同。对，那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并且呢收盘价位置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对，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那目前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8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是228。那站上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下方啊，实际上自8月5日以来，这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在8月20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头，目前股价是在一个回档后的反弹中。
那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228，将会出现头高，下方已经有底高，那么也就是说将会确认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股价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但是在到达228之前啊，目前8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25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强压力，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是一个变盘的 K 线组合，因此它的最高将是股价上行的一个阻力。好，当然这根小的绿 K， 也就是在8月23日生成这根中绿 K 线的最高是在222附近，它也将是一个压力。好。那么228如果被站上，将会确认多头趋势。那第二个目标呢，就是235，235仅仅是一个压力位，真正的目标是上方的271。那么之前还有一个压力位，就是256。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呢是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在8月5日开始出现了反弹。然后呢，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回后再上涨，那么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28，将会确认这个多头趋势，那么股价继续向上的真正目标就是271。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我们依次再来描述一下它的几个目标：228、235、256，还有一个就是271。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不变，仍然是182。虽然股价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反弹，那么还没有确认8月22日这根K 线的最低将会是一个底我们要等到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确认是下行的目标。目前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支撑位。好，那股价在到达182之前，我们刚刚说了，除了各条均线值以外，这条红 K 的最低是在210附近，还有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09附近。那下方呢，还有一个就是197，是这根起涨，也就是突破横盘的这根绿 K 的它的最低，那么这三个位置呢将会成为支撑。那182如果被跌破，那么将会继续出现底，将会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股价继续下行的第二个目标是177仅仅是个支撑位，那真正的目标呢是168，也就是下行的第三个目标。跌破168将会彻底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在8月2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关注的位置是这根红 K 的最低在210附近。那在8月23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是收在高位的。那么到了8月26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这根绿 K 的最高在222附近，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好，那么既然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是母子怀抱的变盘 K 线组合，出现这根绿 K 之后各项指标都指向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么在8月26日盘中，我们认为只有股价能够在220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向上继续反弹，才有可能突破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225。但是如果在当日盘中股价是在222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走势的，也就是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那么股价将有可能会测试这根红 K 的最低。
当然，或者如果下方有支撑的话，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去横盘。所以在盘中啊，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222。再总结说一下，那在盘中只有股价能够在222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能够继续有上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日 K 线信息的解读，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19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我们会看到这根小绿 K 线，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根绿 K 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然后呢我们说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当周的成交量我们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周啊是略有量缩或者叫量平。那么出现这样价涨量平，然后呢上方再含有长长的上影线呢，那么通常从 K 线信息角度来说呢，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呢，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回档的目标就是要跌破5均值，或者跌破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那出现量缩的这样的一个小绿 K 线啊，在当周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震荡的。那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说明上方是有卖压的，对。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出现高位出现这样的 K 线型，然后呢没有一个大的增量，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回档的。那股价上行的标志是日后只有站上这根小绿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28，只有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继续上行的走势，否则呢股价会出现回档，或者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这是我们对上周这根 K 线的一个解读。然后我们调出辅助线，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我们说在8月19日当周，股价如果收高会收在230附近，如果收低呢会收在195附近。周中我们关注的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我们关注的是208。那我们会看到在8月19日当周啊，股价一直是在这条观察线上方运行，因此呢是出现了收在高位。好，那么对于8月26日当周，我们给出的预测是，股价如果继续上行，我们认为会收盘价会在250附近。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如果股价收在低位呢，我们认为会收在206附近。对，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周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是在210附近。好，那么在周中呢，我们认为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210上方运行，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上行而收盘在高位的。那么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210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出现回档的走势，然后收盘价会在205附近。当然在周中会有新低的出现。我们说的低点呢，实际上是在周中有可能，如果出现下行，有可能会测试20日均线值，但是收盘价我们认为还会收回在200关口上方的。这是我们对下一周股价走势的一个预测。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么在
8月23日收盘价是在220.32这个位置，股价是出现了反弹，收盘价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然后呢，成交量是量增。那在技术上，通常我们在这个位置是要进场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增量并没有很大的幅度，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变盘的 K 线组合。既然出现变盘的 K 线组合，那么只有等待股价日后能够站上8月22日这根最高，这根 K 线最高也就225，只有日后股价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瓦解这个变盘的 K 线组合。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呢，对于多头来说，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或者说是抢反弹的。好，这是我们对于多头来说的。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222、225，还有228。那么空头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10，包括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在209附近，这是目前空头的目标，因为这两个位置是重要的标志，一旦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这是目前空头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22，第二个压力位是225，第三个压力位是228，第四个压力位是235。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09到218附近，在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16附近。对，然后第三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11附近。第四个支撑是210。我们依次向下说，第五个支撑是209，那么再向下的支撑是205。好，当然再向下是197。那其实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还是比较多的。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9，在这个地方，上方最高会到达22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1附近。那出现这样横盘向上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22，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11，然后收盘会收在216附近。出现这样的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